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讲到常规潜艇啊，就数量而言，我们国家的数量是最多的。那么西方或者是北约呢，把我们国家常规潜艇啊，它的这个划代或者是分型啊，它是用我们国家的年代来划分的。比如说，它管我们国家核潜艇啊，是按照比如说夏、商、周朝代嘛。管这个常规潜艇呢，叫做宋、元、明、清啊，大家知道这是宋朝、明朝、元朝啊、清朝，它是这样划代的。但是我们国家自己呢，它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命名潜艇型号的方式。我们常规潜艇呢，比较早期的啊是033型的，后来第二代呢就是035型的，再后来呢就是039型的啊，我们是这样一个划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事情啊就是它的第一次，这个一定很艰辛，因为过去你没有搞过嘛，所以它的这种工作的压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向大家介绍一位当年呢参加就是第一代、第二代这个常规潜艇设计的这个功臣，他叫马运义啊，就是运动的运，社会主义的义。那么他呢到了701所啊，就是造这个舰艇的研究所之后呢，这一辈子都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舰艇啊，包括潜艇啊来进行工作。那么当初呢，就是在这个033型，就第一代常规潜艇的时候呢，做了5个方案啊，也是大家没有搞过嘛，大家就是集体的讨论、集体的攻关啊，然后克服了很多困难，把第一代的常规潜艇啊研制出来了啊，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那起码有了我们国家自己啊研制的这个常规潜艇。后来呢，就是在研制第二代常规潜艇的时候呢，马运义先生呢就成为了第二代常规潜艇的总设计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国际上啊，就是这个潜艇啊，它的技术的发展，我们要跟上啊人家的这个步伐。特别注意什么呢？就是消声。因为潜艇啊，它是看不到的。你在水里边啊，藏得很深的时候，你靠眼睛、靠雷达是看不见的，一定要靠声呐去听。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苏联的啊基洛基的潜艇，跟着美国的航空母舰编队跟了很长时间，美国的航母编队都没发现。为什么呢？它采取了消声瓦，然后呢，这个里边的机器不是有震动吗？它采用了整体浮筏技术，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螺旋桨啊，采用了大侧旋的这种技术，螺旋桨啊，所以呢，使它的这个噪音非常低，所以跟着美国航母编队都没有发现。那么这个马运义先生呢，就说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先进技术用在我们的潜艇上，所以从第二代啊，就是常规潜艇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采用消声瓦呀，就是类似于橡胶这样的东西啊，然后敷在这个潜艇金属的啊这个壳的外边。那么声呐波啊打在上面之后，它可能被吸收啊或者穿透了，它就不返回去了，你声呐就很难发现它。再有一个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减震浮筏技术，你的这个艇里边的这些发电机啊。电动机的这个震动的声音啊，就会被这个减震浮筏呢给吸收，那它这个声音传的就近了，那你声呐也不好发现。还有就是它的螺旋桨的片数要增加，然后呢来减少它搅动水的声音。所以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呢，那就使我们后续的这个常规潜艇的这个噪音呢逐步的降低，你就很难发现它了，那它的作战能力就更强。潜艇呢有2怕，一怕掉深，2怕进水。掉深呢，就是你虽然潜艇是钢铁做的啊，那钢板很结实很厚，但里边毕竟是空心的呀。你下到海水里边以后，它的这个压力是增加非常大的。那你里边是个空心的啊，你就是再结实的钢板，它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所以一怕掉深，就是突然一下，比如说你遇到重力啊，海水的密度不一样，你从密度重的地方到了密度就是疏的地方，那就可能出现突然的海底断崖啊，这种情况潜艇会突然掉深。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在工艺上，如果你潜艇上出现了一个
直径1厘米的一个小洞，那它那个进水的时候啊，比我们日常看到的高压水龙头的那个进水的速度还要快，压力还要大啊。那一会儿你这个潜艇就要沉没，所以这是两怕。那你潜艇建造出来，你就要经受这样的考验，所以呢就要进行最大潜深的实验。比如说你设计的是290米，那你就要下潜到290米这个深度，看看你能不能经住这个压力。那么做这样的实验的时候是要担一定的风险的呀，很多人都很害怕啊。那这个马云毅先生就说呢，我跟着这个潜艇上的官兵一起下潜做这样的深潜实验。那么有人就问他说，这个马总你不害怕吗？他说为什么要害怕呢？你害怕说明你工作上有漏洞啊，你才害怕。如果你的工作上没有漏洞，比如说你把这些潜艇上的该检查的这些部分设备都检查了，没有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呢？所以他就跟着这个潜艇的官兵还有相关的这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做了这种下潜到最大的深度的时候，这种试验圆满的成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常规潜艇逐步的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仿制到这个自己建造，而且逐步的创新。因为我们也有 AIP 系统也有这种消声瓦整体浮筏就是减震的这个技术，我们都有。那么我们还在发展新型的就是常规潜艇，比如说性能更优越，也就是噪音更小，速度更快，武器装备更全面打击的能力更强。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的海上方向的安全更为的巩固和牢靠。所以呢，我们通过介绍常规潜艇的一些主要的性能，还有它的发展经历来了解我们人民海军的常规潜艇装备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